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演小妖，肖战演石影，2023这10部待播大剧，个个都是王炸。6月的国产剧市场可以说是竞争激烈，白敬亭主演的《长风渡》正在热播，开播口碑不利，但成绩表现却越来越好的《偷偷藏不住》也热度飞起。恰逢暑期档将至，除了正在热播的作品，观众对待播剧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通过德塔文待播剧景气指数的排名，就能判断出待播剧的潜力。第10名，《我的人间烟火》主演杨洋、王楚然。这2年偶像剧的发展开始向更有现实意义的方向努力。《你是我的荣耀》中展现了航天工程师的辛苦，《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中又演绎了特警和白衣天使的使命。这些更具社会意义的职业，赋予了偶像剧更落地的情节看点。而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则是以消防员和医生为主视角，讲述了男女主携手共进的爱情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演员杨洋和王楚然都是当下最热门的人气演员。2人不仅在戏内 CP 感十足，戏外也新闻不断，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围观。第9名，宁安如梦主演白鹿、张凌赫。同样是绯闻中心的男女主，白鹿和张凌赫这一对在剧播前就已经 CP 粉无数。2人从身高到颜值都是配度极高，哪怕是综艺同框都能让网友嗑生嗑死。而宁安如梦聚焦大女主上位故事，讲述了女主江雪宁惨死重生后主宰人生的故事。单从情节来看，权谋、情爱都是宁安如梦的吸睛看点。尽管这部剧还没有定档的消息，但从宁安如梦释放的信号来看，这又是一部古偶爆款。第8名，七石吉祥主演杨超越、丁禹锡。虽然说杨超越作为女主出演的作品往往表现一般，包括今年上线的《粽子》也是口碑平平，但杨超越本身个人条件突出，有人气，有颜值，在古偶这个不需要太多演技加持的领域，本身就竞争力十足。况且此次在《七石吉祥》中搭档杨超越的主演丁禹锡，也是手握不少爆款的偶像剧男主。从传闻中的陈芊芊到《月光变奏曲》，都是他口碑不错的代表作。这2人凑在演一起，颜值适配，人气加码，注定表现不俗。第7名，《追光的日子》主演郭京飞、任敏、王源。在几乎被偶像剧霸榜的榜单上，青春题材的《追光的日子》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不过话说回来，《追光的日子》虽然是更为低调小众的题材，但也凑齐了吸睛的班底。实力派演员郭京飞演绎不羁老师，任敏和王源这对青年演员塑造正处在青春期的高中学生。单从题材来看，《追光的日子》的选角与剧情风格的适配度极高。而且王源虽然在演员身份上尤其低调，但他自带腥风血雨的流量体质，也为电视剧带来了很多关注。第6名，乐游原主演徐凯、景甜。乐游原讲述的是镇守边关的皇孙徐凯是与将军独女景甜氏的古装爱情故事。电视剧除了双强爱情之外，还有家国大义、朝堂权谋。相比于普通的古偶剧，乐游原的情节内容格局更大，也更有深度。重要的是，徐凯和景甜这一对看似八竿子打不到一起，但是 CP 感十足，从海报到预告都把爆款古偶的感觉衬托了出来。第5名，《安乐传》主演迪丽热巴、龚俊、刘宇宁。其实大部分的古偶制作都是以大流量为主，但是像《安乐传》这样以下凑其3位流量的古装剧的确少之又少。而且迪丽热巴本身的颜值抑郁感太强，在古装剧里也很难有压得住她的男主。可这次担任男主的龚俊身高188，饰演男二的刘宇宁逼近190，2人这海拔、身形都在预告里和热巴对比出了强烈的体型差，最少在 CP 氛围赶上《安乐传》已经呈现出了 CP 大乱炖的即视感。第4名，与凤航主演赵丽颖、林更新。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等作品的热播，让观众以为赵丽颖已经在转型的路上越走越稳。但事实上，赵丽颖的戏路选择非常宽泛，与林更新合作的这部《与凤航》更是她不愿意放弃古偶市场的证明。
而作为手握众多爆款古偶的大花，赵丽颖的吸睛能力有目共睹，尤其是这次合作的林更新，又再次让17年《楚乔传》的意难平有了后续，所以与凤航的未播先火完全在预料当中。第3名，玉骨遥主演，肖战、任敏。古偶玄幻剧一向备受观众喜爱，以师徒恋为主的古偶更是打造过许多爆款。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是天花板的水准，而玉骨遥也展现了这方面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肖战本身流量极大，有他参演的作品往往都有很高的热度底盘。况且，肖战在玉骨遥里饰演的石影，人设满分，造型温润如玉，圈粉看点足以撑起电视剧的热度。而搭档肖战的任敏，是新生代小花里演技和气质都数1数2的潜力股。两人的组合自然热度不俗。第2名，折腰主演，宋祖儿、刘宇宁。折腰的原著本身就在网文界知名度很高，虽然观众在得知折腰的选角时，并不看好这部作品，但不得不说，从注定扑街的改编到备受期待的爆款，真正改变折腰风评的，正是预告里展现男女主氛围感。宋祖儿的古装扮相破碎感十足，精致的脸蛋故事感极强。而一直自嘲颜值的刘宇宁虽然不算是无死角帅哥，但性张力十足，和宋祖同框的苏感直接爆表。对于古偶来讲，只要 CP 感稳住，基本就能得到观众的支持。第1名，长相思主演，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长相思也是网文界的热门 IP， 而原著中的小妖和杨紫的适配度很高。从目前长相思的 CP 线来看，这部剧主打一个 CP 大乱炖，磕到哪对是哪多，一位女主，多位男配，从颜值到人物设定，类型丰富，供你挑选。最主要的是，除了杨紫这位 CP 百搭体质出演女主小妖长相思的主要男演员，也全都是人气和演技、颜值没得挑的选角。张晚意俊朗明眸，邓为宽肩窄腰，谭健次英气神秘，这几位凑在预告里，说是古偶界男模红毯都不为过。总而言之，上榜的影视剧各有各的特点，个个都是王炸。一想到暑期档有望看到这些剧凑在一起神仙打架，观众对国产剧的期待值也更高了。最后，你最期待以上哪一部剧？在评论区参与讨论吧。02暑假打头阵的3部剧都熄火了，期待玉骨遥、长相思、莲花楼。暑假还没正式开始，学生们才刚刚考完试，打头阵的3部大剧，爱奇艺《长风渡》、优酷偷偷藏不住和腾讯的《雪鹰领主》似乎都没有大爆，我们一起来聊聊吧。长风渡是由白敬亭和宋轶主演的，与别的主演不同，他俩是货真价实的情侣 ，CP 感不用说，一直从戏里甜到了戏外，话题度十足。白敬亭上一部剧《卿卿日常》在爱奇艺也取得了很好的网播成绩，这次大家也很期待。这部剧一开始走的网络爆剧路线，是爱奇艺热度最快破万的剧，可惜高开低走了，网播上口碑没有发酵起来，话题度并没有很高。现在长风渡又在中央8套次黄金档播出，本来是件好事，但是上星一直是网络爆剧的照妖镜，收视率走势一路下降，没有吸引大批观众观看。这部剧男女主先婚后爱，主要讲白敬亭演的顾九思本来是个纨绔子弟，虽然本性善良，但学习不上心，只知道吃喝玩乐，游戏人间。后来和女主结婚后，经历了国家的变故，家族的落魄，在女主的鼓励下，奋起学习，勇于担负起家族的兴亡责任。剧情不错，男女主都有成长线，如果没有爆，那么就是剧情不够狗血了。一部剧要大爆，必须要有话题度。优酷的偷偷藏不住是晋江有名的大 IP， 拍成电视剧也备受瞩目，不缺话题度。但是我觉得选角不是太贴，以致剧播出的时候，男女主讨论度还没有男二马伯骞高。这部剧讲的是高中生桑稚赵露思暗恋哥哥马伯骞的同学段嘉许陈哲远，最后修成正果的故事。桑稚因为请家长的事情，让哥哥的同学段嘉许代劳去学校见老师，从此暗恋上这个哥哥的同学。而段嘉许开始把桑稚当妹妹，一直照顾她，后来渐渐喜欢上她，是一个从校园到婚姻的小甜剧。
这部剧高中生谈恋爱，爱上的还是哥哥的同学，本身就很有争议，很狗血。但是剧情偏右，能吸引的都是年纪比较小的人，所以也没有大规模爆起来。女主赵露思从高中演到大学，为了扮演高中生，打扮都很粉嫩，还学夹字音，有装嫩的嫌疑，太刻意了。而男主陈哲远，他其实和赵露思没什么年龄差，却扮演大哥哥，又在扮老，两人的表演都有点油腻。男主也没什么酥感，没有那种很欲让人心砰砰跳的感觉。偶像剧男主没酥感最致命，吸引不了观众。腾讯的那部《雪鹰领主》一开始就没有广告裸播，广告商都没有看好，也是有道理的。男女主许凯和娜扎都不太吸引人，不抗拒。按理说男帅女美并不差，但是他俩都体质太冷，没什么话题度。许凯已经连续好几年暑假档播剧了，但是每次都是完美隐身，无人在意，就是平淡吧，不吸引人，也没什么潮的点，中规中矩，打工人一个。马上暑假正式开始，大家期待哪部呢？听说有顶流肖战的《玉骨遥》，杨紫的《长相思》，杨超越的《七十劫降》，程毅的《莲花楼》。玉骨遥顶流肖战颜值真的顶，但女主任敏的颜值就不太稳定了，有时候真觉得爆看，就看顶流和剧情能不能带飞剧了。预约据说已经突破500万，应该是顶流第一部仙侠大片，很有大爆的机会。长相思一女4男的爱恨纠缠，剧情够狗血，杨紫的演技也很不错，就看4个男演员的发挥，能不能给人欲罢不能的那种酥感了。七十吉祥又一部仙侠大片，里面男女主的造型都很美很出圈，和别的丧葬风仙侠造型比很有特色。但是超越妹妹的演技还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颜值是撑住了，看她演技能不能撑住。莲花楼古装探案剧，虽然程毅的演技和颜值都很顶，但这种题材在暑假档不是很受欢迎，能不能突出重围还很难说。不管怎样，还是很期待的。前面的3部赶紧抬走，各大视频网站继续上新剧吧。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